人一辈子里面有无数次可以让我们身价翻几倍的机会，只是说这些机会最近呢就比较多。比如说最近其实你不需要起早贪黑的去上班，也不需要省吃俭喝的去存钱，你只需要把你所有的身价都收哈 all in 到川普刚发行的虚拟货币上面，那么你就直接成为了江湖上面的传说了，因为你的身家财产直接在一夜之间就翻了200倍，就是你投资赚钱的速度直接碾压了巴菲特和整条华尔街川普他自己也一样，从他爷爷开始算起3代人花了100多年才弄到个65亿美金，现在就1天的时间，他就直接弄了300亿美金进了自己的口袋了。而就算你没有碰这个川普币，你只是跟我们1年前的影片一样，或者是5个月前的影片一样，甚至是1个月前的影片去布局这比特币的话，那么最近他又再一次创新高10万了。那么如果说这些机会你又做过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讲虚拟货币的影片流量一般都比较差，大家都不怎么看了，所以今天就不讲了。这我开玩笑因为我真正想要说的是川普上台之后他必定会做的4件大事。如果这几件事里面有其中那么1、2件是跟你有关的，那么你的财富也将会翻那么1、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曹医生。为什么美国人不要当时的现任拜登，也不要新欢贺锦丽，而是要把一个前任，把一个商人重新的捧了上台就是希望这个商人可以用经营企业的那一套去经营美国嘛，让美国变成一家吸引全世界都想要来投资的好公司。简单来说就是搞钱嘛。所以川普他很清楚，我们每个商人也都很清楚了，自己必定要做的无非就是这4件大事：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同时增加资产，减少坏的负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川普他要制裁全世界，好像要去孤立自己美国很简单就是减少美国这家公司的支出以前中东打仗了美国就要去出兵，日本、德国、韩国没有安全感了，美国就要去驻军。就10年里面美国军费花的钱，就是我们账面上可以看得到的钱就烧了10几万亿美金了。一个阿富汗就烧了2万亿美金了。那看不见的钱美国现在累计欠了30几万亿美金然后军费10年就花了10万亿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自己欠的钱有一大部分都是花在其他国家身上的。所以川普他先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第一件事就是这一笔买卖，要不就是你们其他国家去加这个军费，加这个保护费，要不就是我不再保护你们了，退出北约了，从韩国、德国撤军了。以前全世界都去买我的美债，我有钱了，我就可以把一些钱花在你们身上。但现在我美国负债太多了，而且我的美债也卖不出去了，就是你们也不借钱给我的时候那么我也要减少花钱在你们身上。所以很多国家未来都会自己掏更多的钱出来去养美军的。那钱从哪里来呢？国库那国库的钱从哪里来呢？税收然后加全世界的关税也是的，就是你们卖东西给我们美国，赚了我们很多钱嘛，所以你们卖东西赚到的钱都要分一部分的钱给我，这样就是增加收入嘛。也就是说，当美国收入增加，支出减少的时候其他国家的收入就会减少，支出就会增加。所以川普的第一步棋就是让全世界都变得不怎么有钱，让钱都跑到美国国库里面了。那么你现在是投资者，你看到欧洲的经济不太好了，日本的经济也不太好了，全世界的经济也不太好的时候你会投资哪一个国家呢？甚至说你是一个人才，你想要去移民，你看到其他国家都在加税，美国在减税，那你会移民到哪里呢？其实你没有选择因为你只能选美国。而这只是最表面的一步棋就是你会发现一家公司可能是不怎么赚钱，甚至是亏钱的，但是这些公司的股价却是不断暴涨的，甚至是整个股市里面涨得最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资产的负债很漂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川普要让美国吸走更多的钱，他真正要弄的不是收入和支出，而是资产的负债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形成一些暴涨或是暴跌的趋势。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些趋势。而如果说你想要保护自己这么多年辛苦赚回来的财富，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局的棋子或者是牺牲品，甚至说你希望透过这场局把钱越滚越多，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的话，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了，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了。
首先，我希望带着大家可以用商人的视角去看一下美国这家公司啊。拜登卸任之前的其中一个任务呢，就是往死里面去花钱嘛。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美国国库里面呢，就只剩下7000亿美金给这个川普了。然后这个公司呢，平均每个月花出去的钱呢，比赚回来的钱还要多2000亿美金啊。也就是说，大概不到半年，美国的国库里面的钱就花完了。所以川普呢，他就找了马斯克，成立了一个部门去减少政府的支出，然后呢，还透过什么加关税之类的去增加收入嘛。但是他做了这么多，就算成功了，也只是能够延迟这个国库里面的钱被花完的时间。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呢，可能半年就已经花完了。那么当他收入增加了，支出减少了之后呢，就可能延迟到9个月甚至1年嘛。但这没用啊，因为川普他要当4年的总统啊。所以唯一的方法呢，上一部影片已经讲了，就是让美联储去扩表印钱，然后把新印出来的钱拿去买美债，就是左手印钱，右手借钱给自己花嘛。但是这样印钱呢，美元就会贬值，而且大家呢都更加不敢去买你的美债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川普他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增加资产，减少坏的负债，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觉得你美国这家公司没有问题，让大家都觉得你美国很稳健，所以呢还是会用你美元，还是会去买你的美债。以至于就算你川普后面大量的印钱了，美元和美元呢都是有人想要去买的。为什么呢？重点来了，他要让美国去收购和并购其他国家，等同于去增加美国这家公司的资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加拿大，一直以来加拿大是很多有钱人都想要去移民的地方，而且那边地大物博的，有很多的天然资源贸易自由啊，移民自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边境呢也根本不是防备的。简单来说吧，就是美国想要把加拿大拿下呢，也是顺手拈来的事情罢了。所以本质上来说呢，加拿大它已经是美国的领土了，无非呢就是一个名分的问题。因为加拿大有自己的外交自己去经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美国呢是母公司，加拿大呢是子公司，一直以来子公司都是听母公司的话的。而现在川普不是说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吗？其实就等同于母公司要把这子公司给合并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财务呢也会一起合并起来。现在美国不是欠了36万亿美金吗？大家都担心他还不上钱了，所以大家都不买长期的美债，只敢去买短期的美债。就是说借钱给你美国可以啊，但我只借给你3个月、半年，你让我借10年呢，我就不借了。所以短债呢还可以卖得很不错，但是长期的美债现在用高利息，然后价格也卖得很便宜，也都卖不出去啊。所以川普现在就是想要把加拿大这家子公司拉进来，因为这子公司一年呢能赚几万亿美金的，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资源没有人去开采，美国只要缺钱了，都可以随时派人过去，当场就能挖了，然后卖出去了，就好像一个提款机一样啊。我们想要钱了，就直接从上面取啊。有什么事呢？我就直接拿这些资产去抵押，那你们还怕我还不起钱吗？就是川普这样做呢，就是告诉全世界，当我美债还不起的时候呢，我不一定要去印钱的，我还可以把一些资产抵押给你，同时你借钱给我，我就可以拿你借我的钱去投资加拿大的资源。格陵兰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不是合并，而是收购，我直接把你格陵兰这家公司买过来。因为这家公司呢，它也是有很多黄金啊、石油啊、天然气、铁矿石之类的，反正也是有很多天然资源嘛，保守估计也值个几万亿美金的只是说因为格陵兰太冷了，那些冰太厚了，而且那边的人呢很少，所以这些资源呢暂时都没有办法去开采。这就等同于呢，格陵兰这家公司资产呢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说现在这些资产还不能变现，还不能用来赚钱，被低估了。那没关系啊，现在全球暖化嘛，过多10几年甚至几年呢，这些地方的冰就会融化了，到时候这些资源不就解冻了吗？这就好像一个长期的存款一样，要10年之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嘛。所以如果把这格陵兰收过来，那就又多了一个几万亿美金的资产。那么逻辑也是一样的，它是可以用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告诉全世界自己有能力还钱的，让全世界去买这个长期美债的。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这个格陵兰呢也是囊中之物啊，
就是现在格陵兰归丹麦嘛，但丹麦也已经说了，格陵兰是可以自主的去决定要不要卖的，也就是说现在只是钱的问题，那就能够收购下来了。那就算钱解决不了了，那要解决其实也只是一队警察的事情，连军队呢都不用，因为那边就5万人嘛。而且川普的儿子飞过去一趟呢，那边有一半的人都表示欢迎的。那么到时候格陵兰都拿下的话，整个北美洲呢就会瞬间的连成一大片，而格陵兰呢就可以成为一个跳板，因为这样美国就会离欧洲很近了。这样的话呢，美国这家公司就等同于开在了欧洲旁边，那这2大公司加起来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了。那这样去看，你还会觉得36万亿的美债还不上吗？这还不够啊，川普他现在直接把墨西哥湾改名成美国湾，因为这里生产的石油呢占了美国产量的1/7，而且美国有一半的石油天然气工厂呢都是在这边的。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里底下的都是钱啊。但是石油呢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埋在地底下嘛，然后地底呢是可以相通的，也就是说墨西哥湾的这些石油呢，它不是美国一家的啊，它附近的那些国家也是可以在这里开采的啊。所以最后谁挖得快，那这些石油就是归谁的。那怎么办呢？也很简单啊，虽然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挖石油嘛，那我在出入口设个收费站行不行啊？我在出入口规定其他国家呢1个小时只能进去1个人，但是我美国的人呢可以随便的进去，那行不行啊？所以川普现在还要打这个出入口的主意，也就是巴拿马运河。因为以前其他国家在这里挖到石油之后都是从巴拿马运河运出去的，然后运到世界各地的。那现在不好意思了，这个湾呢是我的，出入口呢也是我的，其实是不是等同于这个资产也是我的啊？那么拿到这个墨西哥湾又如何呢？除了也是把资产并入了美国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是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基地，这就等同于原料和能源都有了。那么川普如果说想要在这里去搞什么制造业啊，去盖什么工厂啊，让美国人在这里做飞机啊，做船啊，是不是就是最方便了？也就是说未来美国呢，西边的洛杉矶就是搞高科技的，东边的华盛顿跟纽约呢是搞金融的，而南边也就是这里呢就是搞制造业的。但是这些川普能不能做成呢？还有很多变数。也就是说现在进入熊市的长期美债能不能结束这个熊市，我只能说可能会有反弹，但趋势呢还没有变的。而有一件事是确定了，就是墨西哥湾已经确定是美国湾了。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呢还没有上任，就说要每天都弄出来300万桶石油啊。为什么呢？就是以前啊，美国都是从加拿大买石油，然后运到墨西哥湾的工厂去加工的，那这里面的运输成本就花了一大笔钱了。那现在不用了，直接从美国湾挖石油，然后直接送去美国湾的工厂，这是不是就可以省掉很大一笔钱呢？而且川普最近的态度呢也很明显，他说俄乌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停，就是因为你那些卖石油的国家不能把石油的价格降低吗？就我之前影片说的，打仗靠的是钱，俄罗斯的钱呢靠的是卖石油嘛。川普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石油的价格压低，俄罗斯呢就会断了财路，那自然就不会再打了。所以最近呢，他要求这些国家去降低油价，不然美国呢就会全面加他们的关税。所以我们都知道，川普的态度很明确嘛，就是跟我之前讲的一样，要把油价压下来。那么这几年油价短期内呢，就可能因为供应的增加而下跌了，原因你可以看之前的影片。而油价下跌呢，卖油的公司能不能赚到钱，这不确定。但是运输石油的公司呢，就会很赚钱了，因为比如说油价便宜了，你多踩2下油门也没那么心痛吧。也就是说，当石油供应和需求都会增加的时候呢，买的多卖的呢也多的时候呢，那么运石油的公司就很赚钱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发现运石油的公司就出现了一些上涨的趋势。也因为这样，在美股比较动荡，前段时间暴跌，现在反弹的时候呢，我们呢也是布局了一些资金进去了。比如说 ET， 我们补习班的内部弟子呢，在它突破红色那条线，也就是 19.8 左右的时候呢就买进了，6天左右呢就涨了 8% 了。那这里的重点呢，不是我们赚了多少啊，因为也没有多少嘛，而是说这只股票呢，当时在美股大盘小暴跌的时候呢，它还是在高位很坚挺的。在大盘反弹的时候呢，虽然说它涨得不算多，但它依然呢也是涨得比大盘快了。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股票吗？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去年年头的时候几万只股票里面选中了 Nvidia、比特币、黄金，年底的时候可以选中了 Tesla？ 就是因为选择股票是有条件、是有系统、是有规则的，而我们呢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造出来的趋势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股票就可以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做高赔率的交易，而这一切呢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的，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呢就赚足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我猜错的话呢，我会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啊。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做投资，能听懂吗？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你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月准备要下架之前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哦。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呢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的，直接免费。错过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那么这就是川普要增加资产的方法，而想要更多的人去买美债，把这钱借给你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减少坏的负债，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川普推出了很多的法案，然后呢就掩盖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恐怖的，整个华尔街呢都在传，就是川普将会让美国的2大房地产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彻底的私有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直以来啊，这2家公司呢都是美国政府赞助的，那么现在要私有化了，那好听一点呢就是你以后赚到的钱呢都是你的了，不好听呢就是说以后不再赞助你了嘛，让你自生自灭了吗？那这代表什么呢？今天你是美国人，你想要去买房，但你没有钱 ，OK， 你就想要去银行借钱，而银行呢也会去评估一下你有没有能力还这钱，所以呢就要去看一下你的收入有多少啊，有没有资产可以用来抵押如果没有呢，那你想要去借100万美金，不好意思了，可能只能借50万给你，甚至1美金呢都不会借给你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理解，银行呢是做富人的生意的，而不是为了帮你穷人去买房的。那怎么办呢？难道穷人就注定要睡马路吗？这时候美国政府就告诉你，没关系的，就算你没有钱，也不符合借钱的资格，但是银行从今天开始呢也会借钱给你的，因为我美国政府就会让这个房地美和房利美这2家公司把一笔钱给到银行，银行收到这笔钱之后呢，就会把钱借给你了，到时候你就可以借到钱买房子了。这就跟学贷一样你没钱读大学嘛，那没关系，我先借给你，等到你们后面赚到钱了，再慢慢的把这钱还给我嘛。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去鼓励大家买房嘛，让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嘛。而这呢也比学贷安全哦，因为你大学毕业了，也未必能找到好的工作去还这笔学贷。但是现在我给你钱去买房，那么当每个人都去买房的时候，这个房价就会上涨了，房子呢就升值了，那么你还不上钱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房子卖掉还钱啊。所以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呢，就算他们还不起钱了，美国政府呢也会拿钱出来兜底的。实际上呢，这就是美国政府给这些普通人提供的一个福利，鼓励银行呢借钱给这些不符合贷款资格的穷人啊。那么问题来了，今天你是银行，你会不会去想这些你借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回来呢？当然不会啊，收不回来，这美国政府去兜底吗？所以你只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钱不断的借出去，然后找这2家公司要钱，然后再继续把钱不断的借出去，这样呢你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利息收入了。那么普通人呢就买得起房了，银行呢就赚走了利息了，而政府呢也拿到了选票了，对吧？每个人呢都是赢家，但这前提是房价是一直上涨的。08年之前呢，穷人呢就是这样不断的向银行借钱买房，银行呢就不断的拿钱借出去，政府呢就不断的给钱，房价呢就暴涨了。当08年的时候呢，美联储就升息了，房贷的利息呢变得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穷人呢就真的还不上钱了，房价直接下跌了，而这些借给穷人的钱呢，很多就收不回来了，所以政府呢就要自己出去不断的给这些房贷兜底去弥补银行的这个损失不然很多银行都要倒闭的。而当时的雷曼兄弟呢也要破产的时候呢，这美国政府就没有救了，最后呢他还真的破产了，结果呢就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无数的企业呢也跟着倒了，所以呢就引发了08年的金融危机嘛。而现在呢，拜登这4年升息了之后呢，你在美国借钱买房借30年，利息已经从3%涨到了7%了，
这7%的利息呢，现在还在上涨啊，而且美国的房价呢也同时在上涨啊，这代表什么？就是你100万的房子涨到了150万，你要付3%的利息呢，你买房和贷款的成本是不是已经提高了？但是现在不止房价涨啊，利息也从3%涨到了7%啊。所以我从去年呢就一直提醒大家，美国的商业住宅贷款呢违约的那个比例已经开始上升了，甚至快要回升到08年之前的那个水平了。也就是说，现在商业地产借钱不还的人呢，已经跟08年差不多了。而现在如果说川普真的让这2大的房地产公司私有化的话，就是说美国不再给你兜底了，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还钱就不还钱，那跟我们美国没有关系了，我不会再拿钱给银行了，因为现在我政府的国库里面的钱都不够花了，我都要借新债还旧债了，所以现在我不再给你们兜底了。这不但省掉了支出，而且还省掉了坏的负债啊。就是说现在美债已经卖不出去了，如果说你这个房地产爆了，还要让我美国去兜底接盘的话，那我不就要卖更多的美债借更多的钱了吗？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家公司呢都是有负债的，但怎么去评估这家公司好不好呢？就是要看它的负债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负债呢，就是说我今天是借100万没错，但这100万可以帮我赚到200万，而我还钱的时候呢，也只需要付2%很低的利息，那这个就是好的负债。而如果说我今天借了100万，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给公司的员工发福利的，或者说这项目在亏钱的，然后呢我借钱是用来填坑的，甚至说我借钱就是用来买跑车买名牌去装的，那这些呢就是坏的负债。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让这2家房地产公司私有化的话，不再为他们兜底的话，那么这7%的房贷利率是不是就会涨得更厉害呢？就是以前政府承诺兜底，利息呢都要7%了，现在不兜底了，政府不做担保了，那这利息不就涨得更厉害了吗？就是以前利息涨了，普通人呢还会去买房，为什么？因为我不怕政府会兜底啊。那现在你一下子不担保了，大家还敢去买吗？而且之前影片也说了，美国现在很多的商店办公室都已经租不出去了，就是我本来想要借钱去收租的，但现在租收不回来了，钱我还不起了，那我就只能卖房来还钱啊，或者说直接不还了。那么未来买房的人呢就变少了，甚至还有很多人呢去卖房了，这美国房价泡沫是不是就有破裂风险呢？而这几年很多银行因为买了天量的美债，然后美债的价格呢就暴跌了，最后就破产了。如果再加上借你钱买房的人现在不还钱了，政府呢也不兜底了，那有什么结果呢？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所有的资产就暴跌了，打折贱卖了，然后美联储呢就印出天量的钱，再把这些钱借给资本家，名义上呢拿去救市，实际上呢就是抄底嘛。08年就是巴菲特人生里面赚钱最快的时候，直接抄底了高盛。而现在呢，他已经手持天量现金了，卖掉他第2大持仓美国银行了。所以如果把增加资产减少负债这2件事合起来，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如果美国的商业地产爆了，银行了也跟着爆了，这时候就会引发了美股也跟着爆了，然后买美股的钱呢就会流进去美债，因为川普成功的把其他的公司都并购过来了，所以美债呢就可能会出现反弹，然后川普呢就可以用很低的利息去大幅度的扩表印钱，最后呢这些新印出来的钱就会借给巴菲特之类的资本家拿去抄底美股。08年是这样的，那现在呢比较确定的是，美联储扩表印钱这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不然美国钱就不够花了吗？那么现在的美股都涨得这么高了，难道巴菲特他持有天量现金就是为了等到印钱的时候把股价推得更高的时候，他要在更高的位置去接盘吗？所以说虽然现在美股它涨得快，同时它跌的时候也很快啊，这大起大落不是我们想要的牛市。也因为这样，现在我们的策略呢是打游击战，赚到钱就跑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打麻将，我们不做大牌，但我们可以透过连续的胡牌积小成大，我们呢也会有很丰厚的利润。这种打游击战的优势呢是什么？就是市场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的跑，我可以随时保持最弱的现金，打你一拳我就跑，我打到你，你却打不到我，给你玩消耗，同时也不会错过市场最后的涨势。而至于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可以选出这些比台积电、比 Nvidia 都要快的股票呢？比如说之前的 Tesla、GoDaddy、台股的2345、智邦，就有很多人买股票呢，都是单纯看感觉的，没有标准、没有条件的。你这样在股市里面几万只股票大海捞针的，不仅浪费了你的时间，而且买到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赚钱潜力的。
甚至说很容易就出现一买就跌，一买就亏钱了。就算后面它真的涨上去了，但又很快跌回来的。所以选股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有规则、有系统去选的。详细的，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免费的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啊！因为之前这免费投资班就出现过爆满，然后就没有办法观看了。好了，先祝大家新年财源广进，身体健康。现在川普终于上台了，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最近资产的价格也开始波动起来了。那么我们预期川普会主动的搞事情，也因为这样，你预期下一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